今天我们想聊聊科举啊，它居然和我们今天生活当中许多焦虑不安、自我苛责有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故事啊，要从清代的清史稿选举制当中说起。书中就记载了江南贡院的一项要求，说当年的科举考场大门啊，一旦落锁，3天之内，无论里面发生了什么，绝对不许开门。就哪怕里面意外失火，考生突发疾病，那也不行。那真的要有人死在里面怎么办？考场差役会拿着一张破草席，把尸体随意一卷，顺着几丈高的贡院高墙直接扔出去。这在当时啊，有个专门的说法，叫做扔墙头。这个墙外家属啊是撕心裂肺的哭，这个墙内几万个活着的读书人，虽然听到这个重物落地的闷响，但是要继续写他们那个带圣人立言的文章。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让一个人死都得死在这里？我们今天提起科举啊，脑子当中想到的都是什么金榜题名、衣锦还乡那些戏文唱段，觉得这是古人比拼才华的殿堂，而真实的历史档案才没有那么光鲜亮丽。科举考试的第一关考的不是学问，而是服从性。他要检查你作为一个人，为了换取你所谓的前程，能不能放下自己的尊严。我们来看看嘉庆年间的钦定学政全书。这部清代的考试法典呢，详细记录了考生入场前的要求，说考生们在进门之前需要先做搜检。搜检的差役呢，大多是从市井当中找来的粗人。这些平时斯文的读书人，你到了这一天，必须像囚犯一样排好队，任由这些粗人上下其手。头发呢要全部解开，捏碎揉开，要看里面有没有夹带纸条。鞋袜要脱掉，要光脚站在青石板上。贴身的衣物呢都有要求。当时乾隆皇帝曾经亲自下过一道圣旨，因为有朝廷大臣觉得秋天乡试天气转冷，是不是允许考生穿双层的内衣，也就是夹层的昆裤呢来保暖？乾隆皇帝大笔一挥，驳回。圣旨上就说，如果允许穿双层，将来裤裆就会变成藏匿作弊纸条的地方。这全天下的读书人，不管你多大年纪，平时多受人尊重，你进了考场，你哪怕冻得发抖，你也只能穿单层透光的布料。你看，打掉一个人的尊严，就是要让人意识到，你不过只是一个随时接受审查的物件，你没什么了不起的。进了大门，穿过长长的甬道，考生呢会领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号舍，这个是考生考试的核心地点呀。在历代地方志的记录当中，这个号室的标准尺寸呢是固定的，换算成今天的单位叫深1.3米，宽1米，高不到1.7米。这几块青砖呢砌成3面墙，头顶呢盖几片瓦，前面呢完全敞开，连个挡风的门都没有。这就是一个勉强能塞进一个成年人的砖头盒子呀。而里面只有2块木板，白天上面的木板呢当书桌，下面的木板当凳子。到了晚上把上面的木板给抽下来，和下面的木板拼在一起，就是一张床。这1.3米的深度，一个成年人根本就没有办法平躺。历代无数的读书人就是在这个盒子当中蜷缩着双腿熬过漫长的黑夜，不能站直，也无法躺平。而江南的秋尾呢，天气常常又闷热多雨，雨水顺着没有门的号舍又会泼溅进来，但考卷是绝对不能湿的，因为湿了会直接落榜，那考生只能拿身体去挡雨。更令人窒息的是，这个上厕所9天6夜的考试，这吃喝拉撒全都在这个不到1.5平方米的地方解决。每个号舍呢发一个马桶，就放在你的脚边。这江南天气一热，这几万人的排泄物沤在一起，这考场里真的是臭气熏天，苍蝇乱飞。你这考生呢还得一边闻着这个味道，一边吃着干粮，还要写出文采飞扬、天下太平的文章。如果你赶上了霍乱或者痢疾，那就更要命了。很多人考到一半上吐下泻，脱水昏迷，等到差役发现的时候，人都凉透了，直接一张破席扔出墙头。除了环境的非人折磨呀，这套科举制度还给每个考生编上了一张连坐网。这个清代的考场呢有一项规矩，叫做领保制度，就是你一个人去考试考场是不收的，必须要在当地招5个跟你一起考试的人，叫互相解保，然后呢花钱去求一位已经有功名的领生来给你做担保人，这叫认保。
进了考场，一旦你们6个人当中有1个人被查出来夹带作弊、身份有假，那么剩下的人会全部连坐，立刻褫夺考试资格，给你担保的领生也要被革去功名。这还没有完，在大清会典当中作弊被抓的惩罚叫做加号。什么叫加号呢？就是差役会搬来一面重达几十斤的沉重木枷，锁在考生的脖子上面，锁在江南贡院的大门外，或者是家乡县衙的门口。加号呢要1个月甚至3个月，而且无论刮风下雨，你都要带着这面木枷站在那里，让全县的父老乡亲和亲戚朋友像看猴子一样围观你。对于把名节看得比命还重的古代人来说这比杀头还要残忍的。那么科举制度就是用这种株连九族的恐惧来剥夺一切的尊严。当街示众就是把这些心高气傲的读书人，让你们感到深深的恐惧。我们今天读到这些历史档案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就觉得这些人是不是疯了？为什么你要心甘情愿去这样一个非人的地方忍受这样的折磨呢？但如果我们停下来看看我们周围的生活呢？我们从小要被教育听话顺从要考个好成绩，我们规规矩矩地坐在教室，双手背在身后，不敢乱动。长大之后，你为了进入某个大厂、某个编制，你也要接受严苛的背调呀。你要交出自己隐私的体检报告，让别人审视你有没有病有没有不良记录你挤进大城市，你租下只能放下1张床的隔断间，在拥挤的地铁当中，可能连转身的地方也没有。我们在办公桌前一坐就是10几个小时，颈椎劳损，不敢请假，不敢生病。我们看看那些在绩效考核当中被淘汰的同事，他们抱着纸箱子离开公司，就像当年看着那些被草席卷着扔出高墙的读书人一样，我们也会恐惧但很快我们会继续盯着屏幕打键盘，生怕下一个扔出去的是我们自己。科举制度当中那个砖头盒子没有随着清朝的灭亡而消失，它只是换了一种形式，烙印在我们每个人心中。而千百年来，这套系统反复地向我们灌输，想要活得安稳不被欺负，就要消灭自己的个性，放下自己的尊严，交出你自己的身体。你只有证明自己是一个顺从、可以忍受苛刻条件的人，你才配去安全的地方。这是规训的第一步，但这还远远不够。你的身体被关进砖头盒子，那下一步就是要把你的脑子也要装到砖头盒子里面。这就要用到中国历史上最精密的一种思想工具，也是无数人至今无法摆脱标准答案执念的根源。要怎么做呢？就是拔掉人的舌头，夺走人的生命。这必须要提到那个让无数读书人耗尽一生心血的东西——八股文。我们今天聊这个八股文说这个八股文死板僵化，但很少有人真正去了解过这个八股文到底是什么。这个八股文它并非什么文学创作，也不像今天做一些什么心理测试来考验人智商，它是一个模具模板，它唯一的作用就是把一个考生按照一定的规矩来打造成安全的物件。我们来看看这套模具是怎么玩的。考卷发下来，考题呢可能只是一句四书五经当中的话，你要根据这句话呢写一篇文章。第一个要求呢叫代圣人立言，在这张考卷上你绝对不能出现我这个字，就是不能说我的观点，我以为如何，不行。科举制度不需要你的想法，你得完全放下自己，假装我是孔子孟子，按照南宋大儒朱熹私书章句集注当中的意思去揣摩古人会怎么说话，你得模仿他的口吻，替他们把话给圆出来。有很多考卷自己工整，对仗精巧，但考官会直接打红叉，批了4个字，叫做语气未效。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这句话可能用一个也或者一个乎，考官觉得你这个语气不够老成，他不像朱熹老夫子说话的口吻，你太轻浮了。就因为一个语气词没有拿捏好，可能10年寒窗，起早贪黑背诵，家里卖掉几亩薄田，全部付诸东流。你等到下一次再来。那为了不犯错怎么办呢？读书人只能把四书五经给揉碎的搓扁了给吃下去，然后把前人优秀的满分试卷给他死记硬背。遇到任何题目，先不问对错，而是套那个模板。到了明朝中后期和清代这套模板甚至变得更加荒谬。考官呢，为了防止考生押题，开始出叫做结答题。什么叫做结答题呢？
可能就是把《论语》的上半句和孟子的下半句莫名其妙的拼在一起，这叫一个前后不挨着。这逻辑上说呢是完全狗屁不通的，但就是面对这样一句废话，那你考生也得正襟危坐，替圣人把这句废话给他圆得天衣无缝。晚清的科举历史上有一道著名的解答题，叫做君夫人杨或玉。这6个字怎么来的呢？考官把《论语记事》当中的君夫人3个字和《论语阳货》当中的杨或玉3个字莫名其妙的拼在一起，这连起来读就好像是一句脏话，说这个国君的夫人杨或想得到他。但这道题呢，作为考题，这几万考生你只能默默流汗，因为规矩是定好的，你必须待圣人立言。那么全天下这些聪明的人们只能在9天6夜当中这个绞尽脑汁啊，调动那些高尚的词汇啊，严密的儒家经典，为一个看似荤段子的题目写一篇700字的伟光正的锦绣文章。你看，让一个人对着指鹿为马的荒诞唱虔诚的赞歌，就是科举体系对一个人心灵深处的服从性测试。用现代的话说啊，叫做打断你的脊梁骨。制度会告诉你，哪怕我指鹿为马，你也必须用虔诚的态度去论证它的合理性。那这还没完，还有一道要求就是字数。清代对八股文的字数要求非常的严格，康熙年间是550个字，到了乾隆朝改成了700个字，多一个字少一个字都不行。你要是遇到大题目又没有想法，你就得注水，对吧？用这些废话去把字数给凑齐。遇到小题目呢，你文思泉涌，对不起，你只能把这些有趣的细节给踢掉，留下干瘪的骨架。那么几百年最聪明用功的这几十代人，从几岁开始识字到头发花白，一辈子的精力就耗在那些怎么把文章凑够700字。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人在乎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大海的那边造出蒸汽机，有人发现了新大陆，没有关系啊，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只需要盯着我这半尺宽的试卷，小心翼翼地裁剪着自己的大脑。那现在，我们先放下历史的卷宗，看看我们呢？你的公司开会，老板抛出了一个莫名其妙的方案，轮到你发言。你心里想的可能就是怎么这么颠，但是到了嘴边，你只能说那些职场套话。有可能你在社交软件上发消息，你明明心中非常委屈，本来是想说点真话，但是你犹豫了半天，想想算了，不发了，或者换成一张不痛不痒的风景照。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很多问题，比方说结婚生子，给小孩子选学校，哪怕买一个扫地机器人，第一反应都常常去看别人怎么选的。就我们要去那些软件当中寻找标准答案，不敢偏离大众的轨道，是我们觉得只要我选的跟别人不一样，没有标准答案，我就会不安全。所以我们常常觉得自己活得很累啊，觉得我没有活出真实的自己，是因为在血脉当中，我们对那支红毛笔是恐惧的。这套规训了我们祖先1300年的系统，早就不需要考场的围墙了。它已经成功的把那个拿着红毛笔的主考官植入到了每个人的脑子之中。我们每天不停的自我审查、自我裁剪，试图把自己塞进一个符合社会期待的安全的格子当中。可是呢，既然这个过程这么痛苦又扭曲人性，我们的祖先为什么不掀翻桌子？为什么这么多人就算倾家荡产、呕心沥血，也一定要挤上这条独木桥呢？仅仅是因为想要升官发财吗？当我们去看看古代的这些宗族记录，你会发现，他们也许只是为了不被吃掉呀。你看，在民间的一些戏文啊，科举常常叫做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啊，好像是一种爽文，说你文章写得好，穷小子也可以戴上乌纱帽，迎娶呢富家千金。这绝非真相。绝大多数去科举的人啊，根本就没有指望过能当官。知名学者何炳棣先生啊，在学术著作《中华帝国成功的阶梯》当中，统计过明清2代真实的录取数据。从你背着书箱去县里面考试开始啊，考过县试、府试、院试，这叫童生考秀才，听起来是最简单的哈，但实际上能考上秀才的比例只有1%到2%，这相当于今天能被985大学录取的高考学生比例。而剩下90%多的人，你考到满头白发，你到死只是个童生。这简直就是拿全家族的命去买彩票。那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我们看一份明代徽州地方的宗族记录，
他就记了一个家族为什么要供养一个读书人，包括你去考试到底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家族啊，他需要卖掉土地给读书人凑盘缠，家族当中其他身强力壮的兄弟啊，要日夜耕作，这些好吃好穿的要省下来供给那个读书人。如果你考不中，家族的资产可能会被耗干，因为这个沉没成本非常高。我们现在不理解为什么读个书这么花钱啊？我给大家算个账，你读书首先要交学费，古人叫做束修，你要买书，当时刻印的书籍呢又非常的昂贵，等到你要去省城考乡试，花费的大头才刚刚开始。根据清代档案记录啊，考生要准备卷资啊，就是买官方规定的考卷的钱，你要准备10天半个月的干粮。因为这个校舍呀，它常年会漏雨，你必须要花高价去买特制的考篮和油布来保护考卷，算上路上的车马盘缠、住客栈的费用，考一次乡试常常要花掉10几两乃至几十两的白银。而当时一个普通的自耕农，辛苦一年能赚多少钱呢？全家的结余可能连2两银子都不到，那一场乡试就可以掏空4、5个中年家庭10年的积蓄。很多底层的农民连走到公园门口的资格都没有，科举在暗中就变成了一场用全家族资源去参与的游戏啊。那为什么全族人砸锅卖铁也要把这个资源倾注在读书人身上呢？答案藏在明史当中，藏在那个百里挑一的秀才功名背后那点微小到可怜的特权当中。你中了秀才之后，朝廷是不发俸禄的，你还是个平头老百姓，但是朝廷呢给了你半块胡萝卜。你一旦成了秀才，就可以免除自身甚至家里面2、3个人的兵粮，也就是不用交人头税了，而且免除那些繁重要命的劳役，也不用修河堤运军粮。最关键的是呢，你可以见知县不贵。在古代权力垄断一切的社会当中啊，老百姓面对官府啊是没有任何抵抗能力的，一个差役随便找个借口就可以让你倾家荡产，而一场突如其来的劳役就可以让一个原本殷实的家庭家破人亡。这就是真相。大家的疯狂去考科举，哪里是为了什么光宗耀祖、天下苍生，不过是为了避险呐，在那个可以任人宰割的韭菜地当中，给自己争取一点不被连根拔掉。就为了免于恐惧的这一点点特权，祖祖辈辈像飞蛾扑火一样投进了那个名为功名的火坑之中。说到这里，我相信你就能够理解为什么范进50多岁终于中举的时候他会发疯了。这相当于几十年的恐惧瞬间释放啊，就像一个在水底都快要憋死的人忽然到水上了，你吸到那第一口空气你会痉挛的。而了解了这些史实，再看看今天的我们，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宁可拿着微薄的薪水也要挤破头去考一个带编的工作？有的父母从孩子上幼儿园开始就陷入焦虑啊，报各种补习班，买高价的学区房，降低全家的生活质量，只是为了让孩子上一所重点中学。很多年轻人抱怨父母不理解自己，抱怨社会太卷。其实不管是逼你考公的父母，还是疯狂内卷的打工人，大家的心中都藏着同一种东西，就是恐惧。我恐惧跌落阶层呢，恐惧一旦离开了主流的社会轨道会失去保障啊，恐惧如果没有社会认可的标签，我到了30、40岁会被边缘化。我们常说呀，现在是一个宽容的社会，叫做条条大路通罗马。但在我们的潜意识深处，那种靠着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来避险的逻辑，有被真正的放下吗？我们疯狂的刷题、考证，甚至到了相亲还要去对比这些什么学历、考试条件，不过是拼命的想要抓住半块胡萝卜呀，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当中，换取一个见知县不贵的安全感。这套制度存在了几百年，把大多数人都逼成了绝望的落榜者。那你说，总有少数的赢家吧？有的人你看一路过关斩将，考上了进士，当上一品大员，终于安全自由了吧？但历史的答案告诉我们，在这套制度之下，从来就没有赢家，只有发疯的人，或者是对自己更狠的人。我们可以看看科举制度发展到极致，人变成什么样子啊？在历代的地方志和文人笔记当中，常常会有一些记录，说这个科举考场当中啊，到了夜深人静、更漏深深的时候呢，考场当中总会爆发出凄厉的嘶吼声，
有的考生忽然在好事当中手舞足蹈，撕碎考卷，把磨好的墨汁呢抹得满脸都是；有的呢指着空无一人的半空大喊大叫，说是看见了死去的冤魂来索命。甚至考场当中还专门预备了应付考生发疯的流程，差役呢会熟练的冲进去，把发狂的人捆起来堵上嘴。古人当然不懂心理学，就觉得这是鬼神在考场上显灵报应。但是今天我们放下迷信的这些说法，用现代的常识来看，就是人在这种极端的感官剥夺和极度的焦虑之下，人真的会崩溃。一个背负着全族人几十年指望的考生，吃喝拉撒就在这1平米之内解决，几个晚上无法安睡，他整个人都处于崩溃的边缘了。一旦想到我写错一个字可能就会毁掉一生，那根头脑当中的弦就会断掉。所谓看到冤魂，不过是内心的恐惧的投射。这些科举场上的失败者被逼出了癔症。那成功者呢？你说考上进士，位极人臣，是不是我就可以享受胜利果实了？我们看一个人，清朝的曾国藩。在儒家的评价体系当中这个曾国藩是科举之路非常完美的模板你看他考上进士，进了翰林院，成为了千古名相，还被称为了半个圣人。他是怎么做到的呢？你看看曾国藩的日记你会发现他的自我要求和苛刻到了什么程度。他在日记当中没有一天不是在审视自己，给自己定罪的。我早上起晚了就骂自己是禽兽；我多看了一眼别人的小妾，就痛骂自己真不是人。他给自己定下一些要求，叫我要静坐，要戒多言，要戒色。他每天就像审视一个不可饶恕的犯人一样去看待自己。在道光22年的日记当中曾国藩记录了自己晚上做的一个梦。他说呢，我梦到别人发财了，我在梦中会有一些羡慕。你说这是不是很正常？但是曾国藩他醒来之后，他非常的惊恐，他立刻在日记当中给自己展开道德审判，说呢，叫好利之心如此不觉毛骨悚然，就是连做梦梦到羡慕别人有钱都觉得自己是修养不够。他当时呢要戒除水烟，但是强制戒烟呢让他出现了心悸烦闷的这些戒断反应。那这本身是很正常的一些生理过程，但是呢他把这些又归因为叫做自己礼义不能胜欲在日记中痛骂自己是禽兽。所以很多人推崇说曾国藩是一个很自律的人，但我看来他是被制度彻底内化的。就制度外在的枷锁已经不够了。赢家之所以能成为赢家，是因为你要把标准答案刻到自己的脑子当中，打造成一个完美符合儒家道德和朝廷所需要的模板。而在曾国藩光辉的顶点，他真的快乐吗？他一生都被皮肤病、失眠和焦虑所折磨。在太平天国战事最吃紧、被朝廷猜忌的时候，他甚至2度想要自杀。这就是这套制度最令人无奈的地方，它是一个死局。你考不上，你可能会考试发疯做被恐惧驱赶的牛马；你考上了，你就算当上了首辅大员，也不过换来一副更精巧、更沉重的枷锁。皇帝可能猜忌你，同僚可能妒忌你，你要用变态的自我约束来维持圣人人设。只要人们还在这套评价体系当中去寻找认可，那么就永远是个囚徒。你赢家不过是给自己打造了一座更坚固的牢房。那么聊到这里，我们可以回过神来，从历史当中回到现在。1905年清政府颁布诏书，科举制度正式废除，江南贡院那些高墙早就倒塌，现在变成了供人参观的景点。可为什么100多年过去，我们依然在受苦？我们现在物质丰富，连去火星都被提上了日程，而我们这一代人依然活得好像是从好社当中走出来一样，满身疲惫，满心惶恐。清朝都灭了，科举都废了，但是我们潜意识当中的这些伤痕依然没有愈合。我们今天不需要去考八股文，但是要参加各种隐形的考试。你30岁没有结婚，亲戚朋友看你的眼神，那不就像当年看到一个你考到50岁连个同事都没有混上的落榜者吗？他不会明说的，但是他看着你那种又有同情又带着一种鄙夷的这种感觉，就会让你觉得我是不是做错了。那么到了同龄人，他们在朋友圈晒出大厂的一些履历、新买的房子，你心里会不会难受？会觉得是不是我做的不够好我当年选择不对？
你会不会常常有一种感觉，叫做我还没准备好？你看啊，我想要辞职，换个喜欢的工作，但是我还没有存够钱，还没准备好。我想要进入一段恋情，但是我觉得我不够完美，还没准备好。甚至我就是想出去请假啊，出去玩玩，都会觉得不好意思。我们不仅在职场上考试，甚至把整个人生都活成了一场通关游戏。出门度假本来只是为了放松的，但是我们出发前会搜各种各样的完美攻略，精确到我什么时间要去什么网红点打卡点，拍跟别人一样角度的一些照片。哪怕中途遇到一些意外，去了一些野风景，都会觉得焦虑，觉得吃亏了，我这场旅游给我弄砸了。我生了孩子啊，我们的孕检数据，什么时候小孩开口说话，小朋友认识的单词量，它都是一种隐形的考试。我们把这些小孩塞进各种各样育儿指南所制定的起跑线的格子当中，我们丧失了纯粹体验生活的能力。我们总觉得人生啊，就必须得像一套满分的试卷，每个步骤都要按照规定完成，我才配活下去。就像害怕那个在考场当中被扔出墙头的破澡溪一样。停一停，感受一下你肩膀上的重量，感受一下自己的呼吸，感受一下你心中那个不敢停下的焦虑感。看着屏幕中的你，无论你是身处高位的高管，还是为下个月房租发愁的打工人，有可能你是为了孩子的成绩担忧不已的父母，我想对你说，这不是你的错，并不是说你不够聪明、不够努力、不够优秀。你今天的这些自我怀疑、不敢停歇，是长达1300年积压在我们心中的集体创伤。我们被祖祖辈辈的生存恐惧浸染了太久，我们习惯在那3尺宽的号舍当中佝偻着身子，哪怕今天已经走在旷野之上，依然只能低头走路。但不用担心，过去可以改变，创伤可以疗愈，而疗愈的第一步是看见。我们真正看清逼着我们自己疯狂内卷的是那个残留在潜意识当中苛责的主考官。当你明白那个让你恐惧焦虑并非你真正面临的现实，只是祖先为了半块胡萝卜留下的执念，当你看清执着，就开始松动。而接下来借助躯体疗愈和认知行为重塑的核心技术，我们在生活当中可以做几个微小的动作。第一个动作呢，是把我们的身体从号舍当中给拔出来。只要你感到焦虑，感到那种我还没有准备好，那我们的身体是有记忆的。当你紧绷佝偻着背去看屏幕的时候，我们的神经系统会认为自己还在那个狭小的号舍当中面临威胁。那么此刻，请你把你的肩膀打开，用力伸直你的手臂，抬起头，哪怕只有30秒，这个舒展的动作会告诉我们，这里很宽敞，很安全。而第二个动作呢，是允许自己做一件没有标准答案的小事。我们太害怕自己出错了。那么今天你下班去吃饭的时候，你试着不要打开手机查任何的攻略，就凭直觉去一家街边的馆子，哪怕它可能不好吃。到了周末，你也可以浪费自己2个小时，不做任何有意义的事情，我就是坐在窗边去看看风景。我们要通过这些微小的浪费和出错，向我们的潜意识当中去证明，你看，就算我没有拿到满分，天也不会塌下来，我依然好好的活着。而第3个动作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是把那个严苛的主考官从我们的大脑当中给请出去。当下次我们做一些事情啊，内心那个苛责的声音又出来的时候，我们去认出它，这真是我的声音吗？你告诉自己，这可能只是死了几百年的考官留在我们脑海当中的回音。我们在心中平静的去跟他说，大清早就亡了，考场已经关门了，你可以走了。那在节目的最后，我想说呀，没有任何人可以规定我们的人生，也没有任何人有资格用一个所谓的标准答案来评判我们的喜怒哀乐。那堵青砖砌成的高墙早就化成了飞灰。我们不需要考满分，也不需要任何人认可我们是合格的。你随时可以离开考场。我是牧羊，用理性破译命运，用灵性抵达自在。我们下期再见。